在国泰的旁边就有华航贵宾室。那出国看到我们的小花，怎么能不来一下呢？那左边的这个第一区的话，就是金钻跟翡翠卡的专区。所以华航的话，晚上的航班这里也是有个专区，里面让金钻、翡翠分开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空间实在太小了，后面没有位置坐。不过华航贵宾室嘛，就是对外站其实也不多。我们来看一下酒类选择还是有一些的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就是有现煮的台了。这边的话，就是有供应我们台湾口味的肉燥干面。然后再来其他的话，东西就比较少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食物部分。这边的话，就有一些面包类的东西，然后水果。这边的话，有一些蔬菜的部分。然后这边有一些猪肉的部分。然后白米饭，然后再来就有清粥小菜的部分了。对，食物就这些而已。那空间的话，就像我们现在给大家看到的，我们来转一圈哦，空间就只有这样而已。我们现在这样转过来，就只有这样，没有了。在这边座位应该加一加，可能30-40个而已。所以这边的话，我想应该晚上华航自家客人，应该很多人都没位置坐吧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参观完毕喽。因为这边的话，连坐下来说话的地方都没有，我们也就跳过试吃的环节了。好了，这间华航贵宾室实在太小了，所以我们就在外面简单说一下感想好了。对，这一间的话真的是非常小，就是卖人情味的，超级霹雳无敌小的。其实我有点好奇，华航的话其实会员人数也不少，像金卡也是有超多人。我很好奇晚上华航有时候一天会有2班的时候，这边要怎么挤得下所有能够进来的人？对啊，因为翡翠金钻还可以带一个人。我很好奇，到底要怎么塞下这么多人？对，这间真的是超级霹雳无敌小。不过，对在国外旅行来讲，能够吃碗肉燥干面，我想跟我刚刚在国泰吃担担面的心情是一样的，就会觉得啊，回家真好。然后炒猪肉啊，这完全台湾口味啊，清粥小菜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也是个选择啦。那刚进去人其实也蛮多的，所以其实也蛮多人会选择这一间去里面坐一坐的。好，那我们再去下一间走走 ，Let's go。那刚刚的华航的话都在刚刚的4楼，搭电梯到5楼的话就来到这一间，这间是 Virgin Atlantic 的贵宾室。那刚刚那间华航的话 ，PP 跟龙腾都收，不过有指定时间。这一间的话，龙腾不收，只收 PP。那这一间的话，大家看到这个空间的话，就比刚刚华航那一间大非常非常的多，所以大家如果是有 PP 卡的话，可能选择楼上这间会比较好一点。楼下那间华航的话，就真的是太小一间喽。那这边的话也是跟国泰一样，是有整面窗户的，它其实就在国泰的正上方啦，这位置也是不错的。那这边的话，酒也是蛮多的。那食物的话就是水果简单喽，然后西式的沙拉、意大利面，然后马芬三明治，还有英国爱吃的这个饼干。然后这边还有一区可以坐的座位，就像这样。我给大家再环顾一周。这是我第一次进维珍航空的贵宾室 Virgin Atlantic House， 我觉得就跟上次我在名古屋拍的那一集跟大家说的一样，就是基本上信用卡提供的 PP 卡或龙腾的贵宾室一定比航空公司的真的要差蛮大一截的啦，因为毕竟使用人潮有差，使用资格也有差。对，那这2间的话，像刚刚的华航跟我们看到这间 VS， 大家就能看到这个等级的话，可能跟国泰就完全不能是同一个 level 做比较。不过跟 BAAA 可能就差不多，所以说很难说啦。对，我觉得还是可以来走一走啦。那早上时段的话是有一班日航，我们刚好拍一张照片，我觉得这边蛮多日本人的。那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，就是早上这个时段呢，就是我们刚好看到长荣嘛，然后看到日航嘛，所以早上时段的话，英航贵宾室不是英航贵宾室，是长荣跟日航2家航空公司把英航包下来，所以早上这个时段的话，英航贵宾室是只给长荣跟日航做使用的。那我觉得这是 OK 的，因为在湾沃的官网上面，它英航贵宾室的开放时间就没有早上，所以就说早上时段它不是英航贵宾室。不过长荣也蛮有趣的，长荣在这个旧金山居然不是用 UA 的所有设施，而是自己另外租用的，它用英航、用法航等等的设施，也是蛮有意思的。那这些 VS 的话，食物部分我觉得比华航弱很多啦，因为它就只有一些冷食的部分，对，但是空间上就真的大非常的多，这个应该是华航贵宾室的3倍大，然后比国泰小一些，国泰的话比这个还要并且还要更大一些。
对，所以大家如果有 PP 卡的话，那华航跟 VS 的话，我会建议你来 VS，Long Term 就只能去楼下的华航了。好了，这是国际线的A1 区，好，就我刚刚讲，你从Terminal 1的 B Gate 出来之后往右边转，然后到第一个手表店，马上 U turn 回来，这边就有一区全部贵宾室的区域。那我们今天大家参观的3间，就分别是国泰航空跟2间是信用卡可以进来的贵宾室。那这是我们旧金山贵宾室的第一个 part 到这边。那我们还要继续往下逛哦。那后面要逛什么，大家再期待一下。我们现在就穿过 Terminal 1来到 Terminal 2了。那我觉得旧金山机场的设计蛮不错的，它是一个 inner circle， 然后 gate 是往外面延伸的，所以从 inner circle 这样穿过来的话，其实我刚刚从 A gate 的部分走到穿过 B， 穿过 C 到现在 D gate 的 American Express 的贵宾室，其实并不会真的花很久的时间。我大约是11点20分左右离开 VS 贵宾室的，那我现在走到这边的时间其实还不到11点半。那我其实也没有走真的特别快，我就是用平常散步的速度，所以其实看起来地图是蛮远的，但其实10分钟不到就走到了。哇，这跟波士顿机场真的是天差地远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所说的意思，就是波士顿机场的话，就是你真的是要走过所有的 gate 才会到下一区。那这边的话不是，它有个 inner circle， 然后 gate 是往外面辐射出去的，所以你其实没有走过所有 gate， 你只是从内圈走过，那所有往外的岔路都不用走，所以真的会省很多时间。所以如果你在其他的登机区域的话，来 A1 这边走一走，或许也是可行的，因为它刚好在 D 的位置。那它这边的话是分成 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，A 跟 G 不相通，所以你就可以想英文字母。那所以 D 的话在正中央嘛，那所以你不管从哪一边过来的话，我觉得都是步行可达的。那我们讲完地理位置了，我们现在进去喽 ，Let's go！ 哇 ，A1 贵宾室人潮真的是非常的多啊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话，这边到处都是一堆人。那外面这个区域的话是一般的区域，对。那这边的食物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就蛮基本的美式食物了，马铃薯泥，然后蔬菜，然后这是鸡肉，哦，对面是一模一样的东西。然后这边这一区的话也是非常标准美式食物啦，就是一些浓汤啦、面包啦这些东西，然后生菜沙拉。这个区域的话，人真的是非常的多。我们先看到这边在座就人满为患呐。好，我们一般区域的话就简单这样照一下。那这是我们刚刚门口进来的地方，就大概像这样，这是门口进来的 check in 的地方。这一间空间确实是不大。好了，那我刚刚check in的时候，因为拿的是黑卡，那它就会引导我进来这样子的一个小房间里面。那这小房间里面的座位其实也很少，大概就只有10个座位左右而已。我们先来喝一口，帮我准备点香槟吧。这一间 A1 贵宾室它其实是临时的，真正的 A1 的 Central Lounge 的话，应该在 Gate G 的区域，国际线区域。那现在那边在进行改装的部分，所以这边是临时的。那这个空间的话，原本它其实是阿拉斯加航空的贵宾室，所以它是阿拉斯加航空贵宾室，然后暂时拿来做 A1 的这个 Central Lounge 的一个使用。所以空间上真的略显不足。你说要有什么很豪华的设施什么的，我觉得可能就有点困难。不过，在 G Gate 那边的那个 A1 贵宾室重新整修之后，会不会让人家焕然一新，就很难说了。因为现在，我们那天在波士顿给大家拍过一个那个雀斯兰宝石贵宾室嘛，所以现在有竞争对手了。所以，可能也要越做越好吧。所以把 G Gate 那边现在真的做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改装。AS 的话，阿拉斯加本来在 Terminal 2的部分，那因为现在可能跟 AA 的密切合作，所以他现在搬到 Terminal 1跟 AA 一起了，所以他的贵宾室也搬去 Terminal 1了。等一下我们再去瞧一瞧。那不过这一间贵宾室的话，以空间来说，并不是非常的足够，就是 A1 的话是不够用的。AS 我不知道，因为 A1 的人真的是很多，在美国有美国一通卡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，所以要容纳这些人的话，可能是不容易的。在美国的贵宾室的话，这个讲求的重点可能跟亚洲就不太一样。要有真的很豪华吃的东西的话，可能就像 Chelsea 是少数可以达标的吧。然后国泰当然算很好吃，那其他的可能就很普通。对，那所以我觉得这一间的话，你要用信用卡贵宾室的标准来看的话，它已经很好了，比刚刚 PP 卡啊、龙腾卡给的那个华航啊或 VS 贵宾室，其实的话品质已经好很多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比较的标准的话是不太一样的。
顺便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这边的话，因为其实旧金山呢、就是一个亚洲航空公司，就是一定会飞来的一个大点。可是大部分一天是1班或2班，像国泰有能力就是一天飞3班，然后做自营贵宾室的航空公司并不多。那其他的话，他们也需要贵宾室，那怎么办？所以他们蛮多方式都是用一个租借空间的方式。像我刚刚讲，就早上这个时段的话，等于是长荣跟日航租借英航的空间。那我刚刚看到那个在法航贵宾室的话，这个时段也是租借给 K1使用，它就会有 Korean Air 的那个lounge挂在门口，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合作。他像刚刚华航那间贵宾室，PP 卡的客人他说只能收到11点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11点半之后，他等于全部都要给中国东方航空的人使用，所以他就说，PP 卡的客人的话，你们11点半就全部都要走光，因为他们要服务 China Eastern 的客人。对，所以等于他们是有航空公司会去包下这些贵宾室，那 maybe 就是不是自营的，他们就包下一个的时段，然后可能用时段收费吧，所以这边的运作模式可能比较像是这样子的模式。对，这是 SFO 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状态，就是在这 Gate A 的部分。那 A 的部分就是基本上 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， 我们就以 D 为分界点 ，D、E、F、G 这边的话，就基本上都是 UA 在用了，就是星空联盟大本营都在 D、E、F、G 这边，所以像全日空啊，他们都会用这边。长荣是真的比较奇怪，长荣星空联盟，可是他用的是 A 这边的 Gate， 可能跟 UA 关系不是很好。华宇一家他们用的就是 B Gate、C Gate， 那达美的话也在 C Gate， 对，所以大概是从中间切对分啦，因为毕竟这边是 SFO 是 UA 的主场嘛 ，UA 的主场。好啦，那这一间 A1 贵宾室的话，我们就可能只能讲到这边了，因为空间其实也没有很大了，然后这个里面的小区域也没有其他的食物，它有放一些东西，不过跟外面就是一样的，所以这边的黑卡区域的话，就是给你香槟，然后给你一个独立空间让你休息而已。大概就这样。好了，我们要到下一间贵宾室喽。下一间我们要看就是刚刚那一间，我们说 A1 是用了本来 AS 的空间嘛，对不对？阿拉斯加，那阿拉斯加搬去哪儿呢？就搬来 Terminal B 这边了。所以我们来看这件是阿拉斯加贵宾室哦。在 Terminal B 的部分，这是 Alaska Lounge。好了，那阿拉斯加现在也都是寰宇家成员了，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一间搬过来的贵宾室长什么样子呢？走，进去瞧瞧。它的原本位置被 A1 用走，应该是新的，因为这装潢看起来就蛮新的，而且是在楼上的空间，所以这边的话1楼，这个空间蛮舒服的哦，蛮漂亮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往楼上去喽。那这是我们今天在 SFO 的第5间贵宾室喽。不过这边的每一间比较简短了，因为不如像亚洲的每一间都这么精彩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给大家一个介绍，让大家自己选择喽。那大家，我们现在就进来阿拉斯加的贵宾室里面了。那这一间的话，它也是一个长形的贵宾室，进了门口之后分左右2边，为了避免大家头昏，所以我现在就是从最边边开始拍摄起。那我们进来之后，左手边走到底就是这个酒吧的部分。遇到一个很热情的 bartender， 看到我在拍摄还很热情跟我们打招呼。那所以这个的话，最左边就是一个这个酒吧的区域。那这看得出来，它确实是新开的，没有错。那它是个非常长形啊、弯弯曲曲的一个样子。所以我们现在慢慢的走过来，大家看到就是座位其实还蛮多的。那这个时间是中午时，人潮并没有很多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往前看。那刚刚酒吧完了这一区的话，就进入一些简单的饮料的区域了，就咖啡啊的这些东西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就会经过一些饼干，然后就到了食物的地方了。第一个是 pancake printer， 可以自己做这个 pancake 的机器，上面还放了糖浆，标准美式甜点，甜死人的东西。然后面包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意大利面的酱，它有 marine sauce， 然后这是 clam chowder， 这边好像也很喜欢蛤蜊浓汤，然后这边就是刚刚的意大利面的蘸酱的旁边，这是肉丸的部分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有一些生菜沙拉。它这新开的贵宾室的话，摆盘做的还算可以，让人看了还算是有一点食欲啦。因为有时候坐着太可怕，就真的半点食欲都没有。那像这边的话，还有一个青菜，这是豆子的部分。再往前走的话，这边就有一些甜点喽。
所以这边的话就是甜点区跟面包区，这里有甜点有面包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走到这边，我们才回到刚刚入口的地方。所以入口的左边看是蛮深的，这边是 Alaska Lounge 的门口标志。刚我们从这边进来的。好，那现在右边区域的话，右边就属于宁静区域的一个休息区域的，所以右边的话，大家看到右边就是以沙发为主了。如果你不想吃东西，想要安静休息的话，可以到右边这一区来，它都是沙发部分，可以让大家坐在这边。然后这边也是有咖啡。然后最边边这边就是有一个这个可以关起来讲电话的地方，像这样。这个我们在羽田的 Delta 也有见过类似的东西。那这样就是完整了。那这种窗外看风景也是很漂亮的。这边的话看得很清楚是大韩航空。这一只 K1 也是蛮漂亮的，所以现在 K1 的客人们应该正在那个 AF Lounge 里面了。这一间阿拉斯加贵宾室呢，就是我觉得占地算蛮大的。那你跟刚刚我们去过那3间，就是个很明显的对比。我们刚刚无论去 A1 啊，还是去 Virgin， 就是 PP 卡可以进的，就是人满为患。那这航空公司贵宾室的话，至少人就没有这么多，所以我们还是在一个蛮清幽的一个状态。那因为比较清幽，就可以来尝一点食物了。我拿了一点它那个蛤蜊浓汤，对，我们来尝一口看看好了。蛤蜊浓汤，它的鲜味还可以。我们来试试看它那个蔬菜，就豆子的部分。它热食也就这几种而已，豆子、肉丸，说不上好吃，不过正常人类可食用，这样可以吗？然后 lemonade zero sugar， 也就是没有那么甜。那这贵宾室的话，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，因为人潮没有很多，然后食物还可以吃。不过呢，我觉得在美国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耶，就是刚刚在门口扫登机证跟那个会籍的时候，他一样，他又说我不能进来了。然后这个不只是我。那我就说好，没关系，因为我后面还排了好几个人，我就说那没关系，给后面人先处理，因为我不想让他僵在那边嘛，我的个性。那后面过去，结果很好笑，后面连续3个人都跟我一样的状态，都是拿 One World 的会籍，但是阿拉斯加就是说你不能进来，你要买 Day Pass。那后面有些人反应是听到买 Day Pass 就直接走人了。那有人就说那要不然你试试看阿拉斯加的会员号码。所以，我觉得这件也是有点问题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系统上的连线上面是有一些问题的，所以他可能会拒绝一些人进来。然后这一间的话，我给他看One World条款的时候，他就很精明哦，因为在他的条款上面我们上One World的官网，然后你打 SFO， 你却发现他有陷阱。我要给他看那 One World 的官网的时候，他就说你仔细看啊，下面有写个 exceptions may apply。他说这个例外情况啊，他就说他们要收就是你跟国际线是有 connection 的啦，还有你一定要 fly Alaska 啊，你 fly American 就不行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。对，可是态度是好的，就是他没有要跟你很难堪，他就是态度是好的。然后就是说还是试试看有没有别的方法啊什么的，然后叫我拿前面的 boarding pass 给他看啊什么的，就是会感觉他是想办法想让你进来，然后帮你想办法。对，只是说。我觉得他们这是有问题的，那所以因为他态度很好，所以我也就没有跟他争辩。后来我就想说 ，OK， 那就不进来也没关系。但后来他自己就说，那没关系啦，这次让你进来，那下次的话可能就没办法这样。我说好，反正我应该也不会来下一次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要用这种态度的话，就是 exceptions may apply， 那大家都加上自己的这个 exception 的话，那这个联盟的规定意义就没有意义了嘛。好像这次来了美国，就遇到蛮多像这样子的问题，就是说贵宾室不给用，即便你有 One World 的这个会籍，那我觉得这个的始作俑者就是 AA 自己本人啦。那也顺便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就是你有One World 的蓝宝、绿宝以上都能用贵宾室，唯一的例外就是 AA。如果你是 AA 自家的蓝宝跟绿宝，你搭 AA 自家航班，你是不能用贵宾室的。这个有写在下方的排除条款上。那这件事情就非常吊诡哦，就是你今天搭 AA 的航班，你是 BA 绿宝、BA 蓝宝、国泰绿宝、国泰蓝宝，甚至马航蓝宝、日航蓝宝，你都能用贵宾室。但你是 AA 自家蓝宝、自家绿宝，很抱歉，你不能用贵宾室。
然后你买 First Class 也不能用贵宾室，它贵宾室就是要另外的资格，就是用卖的或什么之类的。像之前我有个朋友，其实也是很生气，因为他是玩天河联盟的，那在美国国内线他搭达美航空，那也是一样，他其实是有发航的高卡，但是不行，你如果搭的是 Delta 国内线，你即便有天河高卡，你也不能用贵宾室。但是你有达美航空、美国运通联名卡，某个等级以上，你可以用贵宾室，所以等于把贵宾室的权利卖给美国运通，但自家高卡、联盟高卡是不能用贵宾室的，头等也不能用哦。头等也不能用，那我觉得这是有点奇怪啦。不过就是美国自己的玩法嘛，那我们当然也尊重啊，因为美国国内3家都这样子玩，就是自家的高卡搭自家航班是不能进贵宾室的。但是寰宇一家跟星空联盟的话，好歹你可以使用外航的高卡，就像新盟金，你今天如果是全日空啊，或者是新航、长荣，你这是新盟金，那你搭 UA 的话，你还是能用贵宾室的。那 AA 也是一样，你今天是其他航空公司。你玩日航，你玩 BA， 你玩国泰，你有汇集的话，搭 AA 还是用贵宾室，但自家不行。那你可能就后面有个问题啦，那谁要累自家？我告诉你，他们用别的方式，就是还是让你累自家，因为国内线他们经常会有所谓的 upgrade 这件事情。那 upgrade 的话，他们基本上只升自家会员。所以我很多base在美国的朋友就会说，没办法啊，我们如果想要 upgrade， 我一定要累在自家，我才有机会 upgrade。所以他等于是用 upgrade 这件事情绑住你。你外行是很难 upgrade 上去的，他用 upgrade 绑住你之后，但是你不能用贵宾室。对，反正我没有base在美国，我就不参与别人家务事啦。别人家务事我就不评论。反正我们在亚洲的话，至少像上次我在新加坡，我们做贵宾室的巡礼，我们都可以玩得很开心，而且不会遇到什么被拒绝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按照 terms 走，基本上都没有问题。但在美国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了，所以大家可能要有心理准备，就是对。不过我刚刚去国泰的态度是非常的好，所以去国泰吧，国泰会收你，而且又好吃又舒服。好啦，这就是 AS 的贵宾室啦，阿拉斯加，顺便跟大家小聊一下。那我们在这边稍作休息片刻，我们就再去下一间贵宾室喽。我们现在到我们终点站了。本来今天预计排7间贵宾室，但为什么第6间就终点了呢？我想大家应该猜到了，刚刚第6间本来就是要去排 BA 的贵宾室，但是呢，跟波士顿的故事有点一样，又有点不一样，但总之结果我一样被 BA 自营贵宾室，我现在还是拒绝有的身份，我被拒绝入内了，但是我今天已经不想跟他争辩了，对，那详情我们待会再慢慢聊吧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现在看最后一间 AA 贵宾室，这间贵宾室总不会拒绝我了吧？我今天搭的是 AA 的班机耶。好了，我们去看一下这间 AA 的贵宾室吧。这间 AA 贵宾室呢，占地并不算小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进来了楼上之后，右边的这一区，是一些比较安静的一些座位区。食物的话都在左边这一区。那右边的话座位还算多，那这边的话有个儿童游戏房，然后里面的话商务中心有一些电脑在这边，然后还有一些个人的工作室，然后再往里面走的话就是一堆的座位，那里面还有一区是可以躺着休息的这一区不错，这边有4张床。空间上还算蛮舒适的，一样是有大面落地窗。那我们现在再往左边的方向走，看一下左边有什么咯。这一间的特殊食物是这个 Kookamo， 昨天在那个 Boston 的话是那个洛里吐司。那这一区的话就是一些食物了，不过 AA 贵宾室的食物的话，也都属于比较基本而且简单的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咯。基本的一些饮料都还是有的，然后再就是他们最喜欢的这个软饼干，然后 cheesecake， 然后一些豆子啊、葱什么的，然后再来就是有泰式咖喱，然后再来就是墨西哥的玉米鸡肉，这是 orange 的鸡肉，然后这是 rice， 然后再来就是起司啦，还有一些沙拉类的东西。然后再就是有一个简单的酒吧咯，这样就是贵宾室的全貌了。再往里面走的话，就是厕所部分。那这边还有一区座位在这边，像这样。
那这一区的话，看外面其实也是蛮舒服的。那这边的话是有 shower room 的，虽然我不知道 AA 在 SFO 有什么长程线，不过这间的话是有 shower room 的。AA 的贵宾室呢，这间占地还算蛮大，但人潮好像也是蛮多的。我拿了2样东西，对，因为泰式咖喱，然后里面它是直接把面条和在里面，是泰式咖喱面，但怎么感觉已经泡烂了？我试试看哦。对，完全泡烂了。为什么没有把面跟咖喱分开放？不管是饭还是面，泡在咖喱汤汁里面一大桶，这怎么能吃呢？好，我们再试试看这个橘子鸡好了。鸡肉本身还可以，但是外面裹的粉实在是太厚了，只有咖啡比较正常。好了，这贵宾室呢，我觉得就中规中矩啦。那我还是把刚刚的情况说一下好了。那其实那天发生波士顿事件之后，他坚持说，我搭的是国内线，不能用 lounge 这件事情，还威胁说要叫警察来抓我。那这件事情我其实很生气。那刚好有一位观众也是GGL有跟我留言。那他蛮关心我的，那我就跟他讲我的状况，他就帮我联络的他比较熟的一些专员，然后帮我去问这件事情。那得到一些正面的答复的录音是说，确认搭国内线也是可以进 BA Lounge， 因为在One World官网上面其实写得非常的清楚。那我今天在 SFO 遇到的情况就又不一样。SFO 的职员他知道国内线可以进，他知道，他说这跟 international 没有关系，这件事情他知道，但是他用别的理由，他就说，可是我们今天 full of capacity， 所以我们今天不能让你进去，我们今天只收 BA 跟 IB 的客人。但是这个东西其实这个理由我其实也不能接受，因为 BA 的航班是4点半，我抵达时间是1点半，是他浪局刚开门的时间。那1点半 BA 才刚开柜，他也承认那时候浪局里面是没有人的。但他就说等一下的人很多，所以要拒绝我入内。BA 是跨太平洋的王者，那其实你1年365天，他所有美国贵宾室如果都以这个理由的话，那就都不用收外航的高卡啦，通通不用收啦，因为永远是负啊，因为他 BA 的高卡会员这么多，明年之后可能会少一点嘛，但今年他自家的 Gold、Silver 多得跟鬼一样，那是他制度的问题啊。那导致他贵宾室人员超载，他改动会员制度，明年之后会不会改我不知道，但现在他不能用这种解决方式啊。那他这样子的话，干脆在One World官网上面直接写明说，我们只收自家，我都不要收外加，那么干脆退出One World算了。你的会员可以用One World别人的贵宾室。好，我今天去国泰贵宾室的时候，我挂机是挂 BA 的会员，我没有挂国泰，我搭乘 AA 的航班，我挂 BA 的会员。国泰一样让我进去，完全没有问题啊，因为我符合One World的规定啊。One World的规定就是，你只要是任何一间的高卡，然后搭任何一间航空公司的话，都可以使用贵宾室啊。所以我不用是国泰的专卡，我也可以用啊。那你今天 BA 的高卡会员可以用别人的贵宾室，但别人的高卡不能用你的，你自家高卡不搭 BA 也不能用你的贵宾室的话，那你要不要退出联盟算了？因为你跟我这贵宾室不能给别人用啊，那就没有联盟的意义了嘛。所以我其实不能接受这个说法啦，而且那个时候明明里面是空的，而且我跟他讲，我就说我只参观5分钟10分钟哦，就做个介绍我就走，他也坚持说不行。然后因为昨天的那个电话里面有告诉我要记住那个职员的名称，所以今天职员名称我记住了。那这详细的过程的话，我跟 GGL Team 的人员通过电话，他建议我就是写一封信，然后明确写出职员名称，跟 BA 总部做一个抗议的行为。那这件事情我会做，因为大家看到我现在的身形跟平常录影不太一样，因为真的是被搞得心很累。我觉得刚刚阿拉斯加那个我比较可以接受，理由是因为阿拉斯加是很后来才加入的，系统本来整合就没有整合得很好，而且阿拉斯加是以联航为出身，所以他们家会有这些奇怪的规定，我觉得还情有可原。那我只能说，还好我毕业旅行啦，就是我脱离 BA 了，就跟 BA 说再见了，就之后就去国泰转了。我现在已经是国泰转了，对，所以奉劝大家，就是如果新加坡那一间我觉得没有问题。其他北美的这些贵宾室啊，你们如果下次来美国，
BA 贵宾室你就可以直接跳过了，你可以不用去，因为你如果不是搭 BA 航班，基本上连我是自家 GGL 都找一堆理由来拒绝你入内。然后电话里面的 GGL team 的客服也说，确实发生过非常多类似这样的事件。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是拿 OneWorld 的其他会籍蓝宝绿宝都一样啦，然后拿 BA 高卡也是一样，你只要不是搭 BA 自家航班或不是搭 Iberia 自家航班，那 BA Lounge 你就不用试了啦。其实里面也没东西啊，里面也很烂啊，就没有东西啊。我最不解就是你里面又不是多厉害，摆这么高，你丢高哦，就是你今天又不是说像卡达里面牛排、羊排、高级东西随便你吃，那 BA 都给一些。我实在是不懂啦，所以我真的是心蛮累的，对，所以大家可以跳过 BA。那我们以后来 SFO 华语家的粉丝们就去国泰，国泰最好了，东西好吃，服务又亲切，我们去国泰就好了，国泰是最好的选择。那基本上之后我可能也会避免美国国内线转机吧，就是搭国泰直飞到我想去的地方就好了。搞到这样实在是心蛮累的，真的是蛮累的。我们这趟毕业旅行先拍了波士顿，然后拍了纽约的 Chelsea， 然后还是旧金山。我们还有下面2站，等于这是毕业旅行嘛，我们就一次逛个够。那其实先跟大家讲，如果下一个城市阿拉斯加真的有拒绝我，我就不进去拍了，因为我觉得既然他要这样搞，那我也没有必要帮他介绍了，对，所以我们就随缘咯。这是旧金山机场的第2航厦的 Air Canada 的 Lounge Maple Leaf Lounge。那我们今天搭乘的航班是 UA 的航班，从旧金山要往温哥华。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AC 的 Lounge 吧，进去再说。那我们现在已经走进来咯。这一间 Lounge 呢，我们走过来的理由待会再跟大家解释。我们先来参观一下浪觉内部。一进门的话，右边这里一样就是一个商务的区域。这个贵宾室的话，通常在门口就会有这些设备，然后商务人士可以办公。然后再往里面走的话，就是座位区。这一区感觉不错。这一区的话，有一些沙发可以坐，蛮好的，沙发还蛮多的。然后这边有一区的话，一样就是有一个整面的落地窗，还算蛮漂亮的。这样子的设计会让贵宾室的光线很好，是我很喜欢的一种设计。然后再来里面这一区的话，空间还算大，就是食物的区域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食物哦。食物部分的话，这边有一个 cornbread 面包，然后这个也是面包。然后旁边的话是一些蔬菜，对面是一模一样，我们就不拍了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样是茶跟咖啡。然后这里还有一堆生菜部分，然后再就是水饮料的部分喽。这一间有个很特别的地方，这一区的话一样是有一堆的这个座位沙发区，然后大家看到我们这一区很棒，这区是有一个户外区的贵宾室的亮点哦。哇，这一区户外区很棒哎。一般贵宾室的话，空气可能比较闷，这一区有一个这个户外区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。哇，这应该旧金山贵宾室目前我去过，除了国泰航空之外，感觉最舒服的一间呢。因为这个户外区的设计非常的令人心旷神怡。虽然刚刚里面的餐食非常的可怕，但这个环境是大加分，而且还有个暖炉，也不会让你太冷。那这样子的旁边真的就会蛮温暖的，所以空间上是蛮好的。这边的飞机起降声音都好清楚。哇，那这样这间 AC 贵宾室，我们可以封为在旧金山的各个贵宾室里面看飞机的最佳选择，很漂亮，值得推荐大家。那户外区的座位的话就没有到太多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区的位置，里面是贵宾室。那现在外面坐这些人，现在是晚上大约7点多的时间，座位就这些，也不超过20个。不过以外站贵宾室来说，这一间 AC 算是蛮大间的贵宾室了。那大家看到我现在身后这边就是有一堆的飞机，而且我现在就在一个户外露天区域，跟大家刚刚介绍的这一块。那现在坐下来跟大家说一下体验的感觉，真的非常的棒哎！如果你也是喜欢，就是像我这样，我也是很喜欢呼吸这种新鲜空气，你一定要来这里，这真的太舒服了。在这边这样坐一下，然后前面就是那个 AirTrain 啊，然后看过去 Delta 飞机啊，然后这边 UA 的飞机，你看我们现在听到就是有没有飞机的声音，哇，这真的是好棒哦！如果你也会去
去松山机场啊拍飞机啊，桃机拍飞机，你一定会爱上这里。我今天是不知道 AC 贵宾室有这一区这么特别，如果有的话，我可能会提早半小时来。对，因为我今天本来就对 UA 没什么期待，所以我是2小时前到机场，所以现在就可能剩15分钟就要登机了。但是如果我知道这间 AC 贵宾室这么厉害，我可能会提早半小时过来，特别在这边拍飞机啊看飞机。大家知道美 SFO 也是很频繁起降的机场，所以就是一直会有，你可以很多可看的，就是起飞下降，起飞下降，不停的会有，就是很漂亮，很漂亮。所以如果你也是航空飞机迷的话，你一定要来这里。我觉得这边真的是非常漂亮，然后前面就是海。哇！现在又有一台刚起飞了，等下又有人要降落了，真的很棒哎！可以特别坐在户外这一区坐下来跟大家体验一下。那冷的话可以做到就是有暖炉前面的地方就不会冷，对，然后可以拿个食物出来这边吃。这边有长桌有沙发都有真的是这一区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。希望其他贵宾室也可以有这个户外区域，在这边听着飞机的声音都开心了，好像我也要起飞了呢。那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为什么在这呢？因为我这趟旅程现在最后一段，我要从旧金山 SFO 我要飞往温哥华 YVR。那我先搭乘的是 UA 的航班。美籍航空公司贵宾室的话，确实在 Terms 上面都写得非常清楚，就是你要使用 UA 自家贵宾室的话，我现在讲的是 UA 的 United Club， 不是 Polaris 哦。Polaris 当然等级就更高，那我们就不谈。即便是 UA 自己的 United Club 的话，限制就是你还是要搭乘的是国际线，它写的就很清楚，国际线的头等或商务，或者是你是Polaris 的商务舱，或者是你是 Transcon 才可以使用这个贵宾室。那像我这样从旧金山飞温哥华，即便我的 ticket 是 First Class， 我也不能用。不过你如果有外航的 Star Go 的话，就可以用了。那我今天用的是 ANA 的 Star Go， 所以我就现在贵宾室。那我为什么没有拍 UA 呢？其实我刚从 T3 进来，我先经过的是 UA， 但是我们就用几张照片呈现就可以了。因为 UA 贵宾室真的是太惨了。我其实有点被吓到。其实 SFO 是 UA 的主场，那我们前面已经拍过，不管是 AA， 然后还有就是像其他间像国泰，然后像其他间像 A， 包含像 AS， 我们也去拍过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几间其实都蛮大间的，可是那一间 United Club 在 Terminal 3的1 gate 那边，这个14那附近的那个 United Club 真的好小。我觉得那个大小我们有一集拍过，在 LAX 的那一集，就是说会拍那个 AA， 不是 T4 大的那一间，是在 T5 有一间很小，在巴士 gate 远端挺新坪的一间很小的 Admiral Club。UA 在主场的 SFO 的那个 United Club 就大概那个大小而已。我真的是有被吓到，我进去然后我晃了一圈，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拍摄，因为里面满满的都是人，食物当然也非常的可怕，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东西是觉得能吃的东西，所以我就绕了一圈，我就出来了。对，那我本来想说可能就不拍了，那就碰运气，因为我在Star Alliance 官网上面看到，其实这间 AC 的话，其实好像7点15分就关门了。可是我现在到门口才看到，它现在开到10点半了，所以我非常感谢 Air Canada， 真的非常的感谢，因为这一间 Air Canada 外站贵宾室比 UA 的刚刚那间 United Club 大多了，而且也舒服多了。虽然食物一样很悲剧，但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就是你已经考0分了，那现在遇到一个考40分，就觉得哇，是不是进步很多那种感觉？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那就是0分，就是这0分。那你现在这边空间至少是够的，好。而且这间我觉得不止40分啦，因为这间我觉得几个加分点，就是我们刚刚照那个户外区，我觉得非常加分。我觉得今天时间是不太够，要不然如果今天假如说我航班比较早，我如果提早来的话，我可能坐在外面那边看飞机，看好长一段时间，因为那边看飞机真的好美。我印象中可以像这样户外看飞机的地方的贵宾室并不多。一个是在 LAX 洛杉矶的达美航空贵宾室有这样的区域，它有个露天区域可以看飞机，非常的 chill。再来，我记得在巴黎的西蒙贵宾室那一间，在2楼的外面有一区户外区，就巴黎的西蒙贵宾室，我不知道我们改装啦。上次我搭长荣的时候，巴黎在西蒙贵宾室在 T1 那边还有2层楼，那楼上那层楼出去的话，外面有一区是可以看户外的飞机的。其他贵宾室要有户外区域的，我暂时是没有想到有什么户外的区域。
我想起来了，在柬埔寨的那个 Siem Reap 暹粒机场吴哥窟那是那个新机场的贵宾室，第3房的那一间是可以在户外区。不过你知道吗？因为吴哥窟那边就是很热嘛，所以那个户外区你其实也待不久，对你待不久。我觉得他如果是那个喜欢看飞机的飞机迷啊，这间你一定要来，而且你可以待蛮久，就真的是非常的棒。而且星盟并没有规定时间，因为像 Delta 的话是有规定说你起飞前3小时才能够 enter 贵宾室，星盟跟湾沃目前还没有这个规定，希望不要学坏，拜托不要学坏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贵宾室不止40分啦，我觉得至少有及格啦。虽然说15分很差，不过15我们给他平反机会啦。我们刚刚照的时候，我们漏照了2个汤品，所以我拿了2个汤品，一个是这个是那个花椰菜浓汤，我们来尝一口好了。花椰菜浓汤，我觉得可以。以欧美来说，它这个是不咸的，亚洲人我们台湾人可以吃，不咸，然后也还算蛮香的。另外这个是什么 leeks and potato 的汤。我们来喝一口，这个有点咖喱味，这就咸了一点。这2个的比较，我觉得这个花椰菜浓汤不错，它味道就不会咸，然后还蛮香的。食物部分真的是蛮可怕，不过这2个汤品不错。那我觉得这间不止60分啦，就是以美国贵宾室来讲的话，这间我觉得60-70分没有问题。它至少热汤可以喝，人没有太多，空间非常宽敞，还有一区非常加分的户外区，那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棒。好啦，那我就要结束我在美国的旅程了。那这趟居也有的毕业旅行，我们结束了这一站，我们就要去温哥华了。那去温哥华，大家就可以期待我在温哥华要拍什么贵宾室啦。我想大家应该就很快可以猜到了，对，那我们就等下大家晚上这班9点钟的飞机就要前往温哥华了。那我觉得大家如果搭星盟航班的话，在旧金山机场的选择就是 AC 贵宾室、UA 贵宾室。那 UA 的话，国际航站楼那边是有 Polaris。如果你搭的是国际线的话，当然去 Polaris 的话，我觉得是商务舱是没有问题，那些应该是很棒的，应该非常不错。对，那你如果不是的话，那我觉得你就 United Club 不用去了，你稍微走一点路，因为我们上次讲过都可以连通嘛。那在 T2 这边的话，楼下就是那个 A1 贵宾室。这间的位置的话是在 T3 跟 T2 的中间的连通道，所以你从 T3 过来的话，不用走到 T2，就是你看到美国运通贵宾室的话，你已经过头了。你要在连通道没有到美国运通贵宾室之前，就会先进来这一间，就是 AC 贵宾室。那因为它的 mark 不是很明显，它要做一个电梯上往2楼，所以大家可能要眼睛注意一下，有一间 AC 贵宾室哦。那如果是星盟航班的话，那我非常推荐你来这边，真的是太棒了。那我们就手机充个电，喝个汤，再去户外坐一下，那准备搭飞机喽。那我们就下一集贵宾室再见喽。好，再见喽，拜拜。第一个区块它就是一个休息的区域，像这样子，然后有一个炒饭有蛋白质的选项，这边有个简单的一些酒吧。